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不一定要很多钱，但是我需要的时候，钱一定会来到我身边。那还有就是关系，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以前一定要有一段好的关系才算是好，但是有时候你并不一定是抓住一段关系，你就觉得说很好。最重要是，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怎么看待那段关系。那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在一起，你会觉得比较自由啊，就你会觉得就是说，好像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但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即使是家人，你也觉得你好像哪里卡住。所以后来我就发觉到，其实最重要，最后赛斯心法是为了要认识自己，还有找到自己。而且就是把力量拿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赛斯心法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不会告诉我方法，但是他会教我一套方法。所以我学到那套方法，不会告诉你方法，但是他会教你一套方法。对，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他会给你一个方向，那你就一直在那边去学习。所以当你到底需要的是方向还是方法？如果方向错了，纵使有很多方法，是不是也是无济于事？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常常我们会想要别人给我们东西，那我觉得赛斯心法其实是在教我钓鱼，而不是给我鱼。所以那个才是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如果学到了一套可以教我怎么钓鱼的方法的话，那我就不愁啦，乃至有什么事情我就自己钓啦，就不需要别人帮我。好，来，我们谢谢燕姐。来，提醒大家一下，有手机的，麻烦记得请关手机哈。有手机的，麻烦记得请关手机。好，请问一下，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台南分会的请举手。有不少的同学哈，那欢迎你们以后常来，好不好？我们的冷气在滴水哈，你会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你在哪里？我在这里，我人是第一次那个已经来过分会很多次。你要讲你的东西是吧？好，来，你要到前面来吗？好，来，你想跟大家分享什么？你是第一次来的？我人是第一次的，人是来很多次，但是我的心是第一次以这边这么近。人来很多次，心是第一次跟这边这么近。好，那你想跟大家？是，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本来是罄竹难书，现在已经是尽在不言中，比罄竹难书还要好，而且不是那么的 negative。然后就是我今天本来有一个很大胆的事情，也很三八的事情，也很不要脸的事情要讲，就是。等一下，工作坊再讲。然后其实我今天来的是，我今天早上才想到说，之前又在考虑说为什么公益讲座是说丰盛，然后下午的工作坊就是用金钱这个层次的不一样，让我有一点 business， 就是那个不言中那样。然后我相信徐师的。因为我已经那个在有一些状况下，已经有些跟许医师些许的告白了。大家好，我叫龚品珍，我是外界公认的疯子精神病患，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是，我只是某些那我自己借由最近的一些跟家人的告白，跟自己的告白。我逐渐认识自己，我知道说我多年以来我的批判否定自己是源于我不认识自己，然后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就是我要
除了更接近自己之外，还要更成为真正的自己那个 inner self。然后也许许医师是我的灵魂伴侣，所以我下午要跟他讲一个不要脸的道法。如果你要那个许太太就上位了。好了，尽在不言中，下午再分享，不要把大家吓到。我们谢谢评审。好，那大家陆续的就位啊。那今天开场刚在看一段这个小的短影音，觉得蛮好笑的，所以我今天想要用那个来作为今天的开场。那大家知道这2天华语歌坛多了一个超级巨星，知道吗？来，哪位？王世坚，王世坚啊哈我们的王世坚现在是立委还是议员？立委哈，大家知道王世坚以前就是这个谁敢情嘛哈，然后每次说谁选上了，他就要跳爱河嘛，他真的也跳了所以人家说他有芙蓉命格嘛，说谁不会当选，谁就一定会当选。那在政坛上他也一直以特立独行勇敢做自己勇敢做自己。对，那之前第一个最好笑的就是那个王世坚最干净。好，那第二个最好笑的是以前大家就把他跟这个鬼蛙恰吉，大家知道吗？就是恐怖片里面有一个玩偶拿着一把刀子到处要杀人鬼蛙恰吉跟他来做一个类比那真的很好笑，因为长得真的很像鬼蛙恰吉。那最近爆红就是因为他之前在议会的质询那有人就把他编一首歌，大家都听过吗？我刚刚把它下载了一下，好像这个放给大家听一下哈。那这个为什么要放给大家听？因为它蛮契合今天的比如说人生如果本质应该是丰盛的，那应该是要从从容容然后这个什么游刃有余。就在人生当中，不管是我们生活、工作，或刚讲创造财富或关系都应该要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把它搞成连滚带爬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到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再来又搞到本业不堪搞到这个人生非常的痛苦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没出息没出息，然后就把它改编可是它好像切中了很多人的心理过程所以我放一下这首歌来作为今天的这个开场数着漂亮的人脸，打着自由的旗号，四个血脉的根。等一下，好像不是这一首。那我这边放好了。好。其实就一小段而已但这首歌在这2-3天就在两岸爆红。
还有一个更好笑的，就是爆红之后，记者就去采访王世坚，还跟他说：“哎，桃园啊，你的一首歌啊，听说在对岸啊爆红了。”我说：“不会吧，我不知道耶。现在怎么会这个 AI 这么厉害？”他说：“他就很不好意思，毕竟我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很好笑，就他的回应是这样子，就毕竟我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为什么我的歌会在对岸爆红啊？对，这就有点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爆红？那因为我觉得某部分他在政坛上试着很真实的做自己，很真实的做自己，这我觉得蛮有趣的。好，那也用这个东西来作为开场，因为今天的主题是丰盛是自然而然的。好，那今天我先讲一个冥想，因为当赛斯在讲丰盛的时候，他告诉鲁伯跟约瑟，当大家想要创造丰盛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冥想。什么冥想呢？就像你种一个盆栽，比如说这一颗盆栽，各位，你想象它从一颗种子或小苗，各位，你想象任何一颗种子或一颗植物的小苗，当它种在土里要长出来的时候，你去冥想跟观想一棵植物，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来，各位你想想看，当它从一个植物长大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2片叶子，对不对？那它是怎么从2片叶子到变成这一棵植物？把那个镜头带一下，来，它是怎么从2片叶子到这一棵植物？好，那如果可能的话，各位把它想成一棵树，好，你想象一棵树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发芽？那如果一棵树从种子发芽，它逐渐的长大，那你在想象这一棵树在长大之后，它会有多少的树叶？这样大家理解赛斯想表达的意思吗？就赛斯想帮各位建立起一个概念，所谓丰盛就像一棵树的种子萌芽。如果在各种条件，阳光、空气、水都很充足的状况之下，请问这一棵苗是不是会逐渐长大？它是不是从2片叶子到4片、8片、16片？当这一棵植物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它会有几片叶子？来，各位，这就是丰盛的概念。像各位有概念了吗？你们想象你们的丹田长一棵树，好，想象你们的丹田长出一棵树来，想象这棵树它自然而然的长出了无数的叶片，它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它是如此的天生如此。好，就像刚才那首没出息的歌，是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对，所以丰盛就像一棵树的种子萌芽，而长出无数的叶子。那如果树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不可以是这个样子？来，我们来做这个比喻。各位想成你是一棵树，一棵发芽的树，它的长大，它的长了无数的叶子，是如此的理所当然。那当然，等一下我会再把这个理所当然
以赛斯心法的整个概念，再跟各位做一下解释。比如说赛斯心法的创造丰盛，其实代表丰盛本身是宇宙的本质，丰盛是宇宙的本质。那当然，因为现在整个地球大部分开发的差不多，人口也说实话膨胀到70、80亿的人口，所以当然现在大家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匮乏，什么呢？匮乏相对上水资源的匮乏，相对上比如说现在中国跟美国在最近川普又宣布了要11月1号开始要加征中国100%的关税，然后中国的股市跟华尔街的股市应声跳水，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川普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以他就白宫就批评这个挪威在诺贝尔奖是挪威那边颁发的，瑞典在瑞典。他批评瑞典的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委员会受政治因素的干扰，所以没有颁给川普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真正的事实是，川普想用政治干扰来让他自己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人家没有颁给他就是受政治干扰，颁给他就是理所当然。你看这个人，那这个。本来2个礼拜川普跟习近平要会面嘛，给取消了因为第一个中国对稀土的管制，第二个中国到现在不肯跟美国买大豆川普就恼羞成怒，取消了跟习近平的会面所以这2天大陆的股市跟华尔街股市应声下跌。那讲这个东西是在讲丰盛。各位现在知道，比如说地球的水资源、矿产、水跟电，台湾之前不是吵得热热闹闹的吗？到底这个核4要不要？核3要不要重新启动嘛？那之前核4不是盖一半又全部取消了吗？所以到底台湾要不要走绿能，还是走核电？还是要走这个燃煤的路线？这东西都牵涉到什么？资源有限。那资源有限背后的连结的概念就是什么？匮乏。所以我们今天讲丰盛，它的相对名词就是什么？匮乏。来，各位，匮乏的概念是什么？第一个，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比如说独居老人，比如说之前台湾的光复乡是吧？发生这样的灾难。匮乏是什么？包括金钱、财务的匮乏。包括亲情、友情的匮乏。所以丰盛相对的概念是匮乏。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的匮乏？那匮乏带给我们的感觉又是什么？来，各位，包含金钱的匮乏，或爱的匮乏。你觉得你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关心？对，以前有一句话嘛，叫"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那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个人化跟个别化，好像朋友很多，可是当你痛苦也好，有心事想跟人家说，好像又没有找到几个人可以去诉说。所以到底匮乏代表的是什么概念？我们讲丰盛。如果我出一个作文题目叫丰盛，各位会怎么写这篇作文？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到5星级酒店
去吃它的这个早午餐也好，或晚餐也好，可能有100-200道菜，对不对？让你吃到，各位你会觉得怎么样？丰盛。对，或是你到世界级的美景，你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你会觉得大自然的什么？丰盛，丰盛。或最近中秋节刚过嘛，那台湾有些社区整个社区马路都封起来了，万人烤肉，有没有？你会觉得怎么样？很丰盛。如果每一家都认识，可以从街头吃到巷尾然后接下来可能要过年了，像南部哪里屏东那边好像会办那个回娘家嘛，那你会觉得怎么样？丰盛。那或是下礼拜我们的赛斯讲堂要启动，全宇宙第一个赛斯讲堂要启动，然后我们要办桌嘛，办桌可能会接近上千人一起来这个来吃这个宴席，这是什么？丰盛而且我们的赞助者今年还特别加码在这个宴席最后还会提供哈根达斯的冰淇淋作为这个饭后甜点，因为他觉得好像吃得很丰盛，但是没有一道甜点，觉得好像没有结束所以那个赞助者就说不行，今年要加甜点，要加甜点那如果没有报名要临时参加宴席的可以吗？如果还没有报名临时要参加宴席的可以吗？大家这个找各方会报名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丰盛，丰盛是什么意思？来，其实再回到我们所谓的赛斯心法。我们回到个人实相的本质里面赛斯对存在下了3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就好像其实常常会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讲，创造力是没有天花板，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第二句话是自己既无分割也无区隔。简单来讲，就是万物是一体的概念，所有的众生是一体的概念。在能量的层面上，自己既无分割也无区隔。第三句话是我的实相乃是由我自己一手创造出来。有点类似各位之前体验到的所谓吸引力法则。我怎么吸引？所以回到宇宙的本质，宇宙的本质就是信念创造实相。就在能量的层面上，来，我们先讲在能量的层面上，各位建立一个信念。能量的层面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好像你可以把赛斯比喻成是鲁国的内在的神性跟佛性。简单来讲，你可以把赛斯比喻成是鲁国的未来佛，未来佛，然后穿越时空到当下这个时空的鲁国，然后来帮助他自己过去的自己，也同时帮助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类。所以有一次赛斯跟鲁国讲，他说如果我代表的是你内在的神性与佛性，那么你可以相信，你可以从我这边来得到无穷无尽的能量。来，各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从自己的内在的神性跟佛性来得到无穷无尽的能量。来，这个概念就比喻成，如果在座有基督徒的话，
在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当中，他们会把上帝视为是一个无限能量跟爱的支持跟提供者，而且是完全不附带任何的条件，就仿佛是佛教徒心目中的阿弥陀佛的概念。佛教徒心目中阿弥陀佛的概念是什么？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灵魂永生的概念，无量光就是智慧的概念。爱与智慧是源源不绝，创造的能量、爱的能量与智慧的能量是源源不绝的。来，各位，这是宇宙的本质。宇宙的本质。好，我再给各位一个画面，比如说，如果我要各位想象你这一辈子看过最美的大自然的画面，假设，在你的印象跟认知跟记忆当中，你这一辈子觉得你看过的最美的画面是什么？是，如果我要各位去想象，你这一辈子你看过的最丰盛的、最壮丽的风景是什么？没事，我可以讲啊。你下午还有工作坊，你不要急啊，毕竟你下午是要把许太太干掉的那个，要保存能量，好不好？你现在不要消耗能量啊。各位，你所想象中的最丰盛的大自然是什么？来，我再各位一个想象：如果内在实相是所有外在实相能量的来源，而所有的外在实相都来自内在跟心灵实相，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你所感知到的外在实相的丰盛，它所来自内在实相的丰盛是100倍、1000倍、1亿倍。这样明白徐师的比喻吗？来，就好像如果我们要各位做个想象，在你面前把全世界的黄金都堆在你面前，像一座小山一样。比如说，那么去想象内在实相是它的100倍、1000倍、1亿倍。来，这样大家知道徐师这个比喻吗？爱的能量也好，智慧的能量也好，创造力的能量也好，它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好，那等一下我会解释，因为你们就会问我，其实那如果心灵的能量、宇宙的本质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那人为什么又会感受到匮乏呢？为什么仿佛现在的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呢？来，各位，我先解释一下，因为这是所谓的相对性。相对性有2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在学习能量的使用，我们在学习能量的使用，再来我们在学会珍惜。来，我举例来讲，你会给一个3岁的小孩子100万让他去操作股票吗？来，会还是不会？来，比如说一个父母的概念，假设你给一个6岁的小孩，你会给他多少钱？几十块或100块。来，你会立刻给他30万让他去花吗？请问对他来讲，这是不是匮乏？这是匮乏。可是对你而言，这是匮乏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那个能力驾驭这么多的金钱能量。来，各位懂了吗？所以所谓相对的匮乏，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学会驾驭这么大的能量。是。来，我常常做一个比喻，比如说银行现在要借你10亿，不要多，分利就好了。
你敢不敢借这10亿？大企业，来，10亿，利率5%，那么1个月的利息多少？啊，500万啊，5000万是？我好像我数学不太对，1个月的利息是5000万，10亿哈。每个月利息5000万。好，银行要借你10亿，收你5% 的利息，5%的利息，所以1个月是5000万。各位，来，我现在就问各位一个问题：你看到的是你可以拿到10亿，还是你看到的是你1个月要还5000万？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再回到我刚才那个比喻，你会给一个6岁的小孩子100块让他当零用钱，会还是不会？不会。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概念了吗？假设我是银行，我敢借你10个亿，但是利率是5%。那么你想到的是你可以拿到10亿，还是你想到的是你每个月要还5000万？来，对不对？你敢拿这个10亿吗？好，来，所以当我在讲丰盛的时候，我在讲什么？我在讲 Are you ready？ 你真的准备好驾驭宇宙的能量了吗？就像举个例子，假设这个同学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阶主管，好，我现在跟他说，我想让你当高阶主管。他一方面可能很高兴，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到底敢不敢，对不对？明白学这个比喻了吗？所以当我们在讲丰盛的时候，下一句话就是：各位，你准备好要驾驭丰盛的能量了吗？你准备好要迎接宇宙的丰盛了吗？所以他的下个题目，我会先问各位：当你拥有了丰盛的能量，那么你打算如何运用这些能量？如果你都没有想过，当你拥有1个亿，你打算如何善用这笔量的时候，你怎么觉得你会拥有1个亿呢？来，理解许要说什么了吗？对，所以当我们在讲丰盛的时候，各位，那么你们就要开始去问你自己心目中相对的丰盛是什么？啊，我讲个笑话，其实我小时候，那时候年纪还小嘛，可能小学或国中，啊，那时候小孩子就可能会跟父母就是聊天啦、开玩笑啦，哦，我就说啊，爸爸妈妈以后我可能买个大房子给你们，啊，或是这个请个司机给你们哈，当你们要去哪里玩啦、买菜啦，啊，就你们就那时候我妈就有一次跟我讲一句话，哦，我唔敢想哦，然后讲一句话怎么样？我唔敢想哦，我不敢想。然后另外一句话是，我敢有可能才好命。对，我敢有可能才好命。我敢坐起那个位，你知不？来，各位，所以今天政治学校讲，不是荣华富贵的问题，不是权力地位的问题，是你准备好能坐那个位置了吗？好，甚至我如果这样讲，上帝准备要给你，可是你可能没有准备好要收。对，甚至各位你们都在追求健康。来，我先讲一个笑话。礼拜3，我太太去练瑜伽，然后我在旁边的健身房运动，那就是先做有氧暖身嘛，后来我就在跑步机上跑，我大概跑了
半个小时左右。对，学士在跑的时候，他跑了半个小时，我突然有一个讶异，就是，我体能还不错，我怎么跑了半个小时，还游刃有余，还从从容容，我怎么跑了半个小时，对，还觉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对，好。可是我下一个想法是，我体力这么好是要干嘛？我也没有要去参加奥运啊，我也才有一个太太啊。现在有第二个。我也只有一个太太啊，我肾功能那么好干什么？然后我平常的生活也都算很规律啊。那我体力这么好，我是要干嘛？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要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大部分的工作也都是静态的工作嘛，比如说看诊啦，比如说这些静态的工作。那我想，那我体能这么好是要干嘛？应付我。像各位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刚那句话是，当你觉得你有丰盛的金钱，你有丰盛的健康，你有丰盛的爱与被爱，你有丰盛的所有一切的部分，那你要干嘛 ？Are you ready？ 来，我再回到宇宙丰盛的条件，就是我再回到经济的问题。来，我还是要回到赛斯讲的一个概念，大家知道，在1910几年，好像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是哪一年？来帮我查一下哈。对，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赛斯做一个评论，不是现在大陆的经济不是开始有点停滞了嘛？不是以前台湾不是台湾前天角木嘛？我记得在我爸爸妈妈年轻那个时代，一个计程车司机跑车7年就可以买得起一间房子。现在可能跑车70年都买不起。1929，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后来我就在看赛斯对这个经济大萧条的评论，赛斯讲了一句话是，在经济大萧条之前，钱来得太容易太快了，钱来得太容易太快了，因为钱来得太容易太快，所以大家还没有学会如何驾驭这个能量，那所以产生潜意识的恐慌。那个恐慌的意思是什么？我穷下来，我反而比较自在。来，我讲个笑话。那天我在昨天在那个嘉义上课，我说就好像，比如说某一个穷农夫，有一天在种田的时候挖到一个这么大块的金子，然后就把它挖一个洞藏在墙壁里面。可是从那天开始他睡不着。第一个被偷走怎么办？就每天看着门口有没有人进来要偷我的金子，这么大块的金子。再来我的生活怎么办？这么大一笔财富，大家就不要追究故事到底怎么发展的，反正最后那个金子不见了。从那天开始突然又可以安心的睡觉。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各位，当那一块金子不见了，他从此可以安心睡觉。
来，徐师的一些个案里面也有一些所谓的病态性赌博。我听到他们跟我讲类似的概念，他说口袋里面不能有钱，那个钱会咬人，钱也嘎啦，你知道吗？好，或是银行户头里面不能有钱，有钱他就坐立不安。各位，这是我要跟各位讲。请问你们是在创造丰盛，还是最后你变成金钱、食物跟物质的奴隶？如果我说最后灵魂是要离开地球，地球是我们的修行的教室，各位，那么你拥有越多的物质，是越把你绑在物质世界继续轮回受苦，还是你最后可以开悟解脱到更高的层次去？所以你拥有的越多，是不是你被捆绑的越深？那么你还要丰盛吗？来，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小孩，或很多网络 FB 上面很多色情广告。来，各位，如果在看 FB 的人，很多色情广告都会有一句广告词，只想要你进入我的身体，不想要你干涉我的生活。为什么？他想要越简单越好。各位，所以你们真的觉得，假设有一天你是要开悟解脱离开地球，那么今天拥有这么多的物质，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对你而言真的是加分吗？还是变成你的阻碍，变成你的框架，变成你最后什么都放不下？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如果我们的心灵知道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所，那么你有的越多，来各位，一个太太、两个太太、三个太太，你拥有的越多，你未来是越放得下还放不下？来，各位知道学是在比喻什么了吗？如果最后我们的心灵知道我们是要跟地球告别，来，当然各位以这一世来讲，你们每个人当然这一世最后你是要跟物质告别，对不对？你要跟你所有这一辈子拥有的东西告别。来讲个笑话，你拥有的越多越容易告别，还是拥有的不要那么多容易告别？来，对不对？所以徐师在讲这个矛盾。拥有的越多，你会不会越放不下？来，比如说你有3、4个小孩，来，请问相对而言，你是不是不容易放下？好，就像徐医师现在好跟我太太养2只小鸟嘛，我们就比较容易放得下，比较容易放得下。啊，虽然我太太可能里面这2只小鸟死掉，她还是会很难过。可是比较容易放得下。好，我们再回到丰盛。来，所以我先界定各位，今天我们是在世心法的学习者，我们并不是要去占有丰盛，我们并不是要去据为己有，我们是在学习创造丰盛。就在徐师很早的一本书里面，我就提到一个概念：创造而不你是要创造，还是你要拥有？你要持续创造一个婚姻的幸福，还是你要一个人要属于你、拥有你？你是拥有你的小孩，还是你持续不断的创造亲子的快乐跟喜悦？你的孩子是你的吗？你的先生是你的吗？你的父母是你的吗？是你的，有一天为什么他会离开？你是在创造当下的喜悦，还是想占有这份关系？你是在创造金钱？使用金钱的丰盛能量，还是你只是想拥有很多钱来填补你内心的匮乏、空虚跟自卑，还有填补你的不安全感？这样知道了哈？
你是想学习创造财富的能力跟能量，还是你想拥有很多的财富，显出你不是自卑，而且高人一等，展现你是什么有钱人，展现你的什么优越？你自卑到你必须有钱才能优越，你恐惧到你必须有钱才有安全感。那请问这个有钱对你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你最好失去所有的钱，在失去所有的钱还能找回平安，找回喜乐，找回丰盛，找回富足，那么那个能量才是你的。来，是不是？就当我们赛斯心法在讲财富也好，丰盛也好，它指的不是物质的拥有而已，它指的是你能创造这些财富的心灵的能力。好，就像刚新加坡的燕平同学提到，各位，你不需要去占有整片大海，整片大海的鱼都是你的，而是当你学会钓鱼，大海的鱼是源源不绝的。来，人类的自我开始想要什么？占有。占有是来自匮乏，占有是来自匮乏。好，当然我绝对不会落入一种所谓的分别，分别就是像过去某一种修行的概念，我只要心灵丰盛，物质什么都不要。来，各位，对不起，你还是要吃饭，你还是要过日子吧。所以赛斯心法的丰盛，来，我先做一下定义。丰盛是指心灵的丰盛，而把心灵的丰盛能够转为物质的丰盛，关系的丰盛。可是真正的丰盛并不存在于外在世界，因为外在世界是内心世界的投射。真正的丰盛来自你跟心灵的结合，你对心灵的创造力的认识，还有你能够去不断的体会、了解跟修行内在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什么神通，然后把内在的丰盛能量转为外在的显化而已。那个外在的显化是末，不是本。但是目前人类的自我是本末倒置。我们没有在追求心灵，我们试图想用外在的物质来填补我们没有心灵的那种匮乏跟空虚跟不安全。这就是自我的一个陷阱，因为自我来到物质实相，自我是直接跟物质世界打交道，所以自我会以为物质世界是唯一的世界，自我会以为它的存在的快乐跟喜悦是来自物质的基础，他不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来自内在心灵能量的显化。所以我们赛斯心法的丰盛是从内在心灵的丰盛创造出外在的丰盛，而外在的丰盛实际上只是让你更回到认识内在心灵的无限的丰盛。所谓的戒外修内，戒假修真，因为徐师在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你的丰盛只是指物质世界的丰盛或物质世界的名跟利，请问有一天你会失去所有这一切？会，你会失去，因为你终究是要离开地球的，你终究有一天是要终结你在地球的轮回的。那终结在地球的轮回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你到了更先进的物质性的星球，一个可能性是你直接跳脱了物质，你不再用物质的肉体继续你的功课了。有这两种可能性。好，那么我们今天所谓的丰盛，来各位，再举例而言，我记得在 COVID 的之前，如果各位一直有在听徐师的演讲，我记得在 COVID 的之前，COVID 的之前，徐师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当年在 COVID 的之前的时候，我说过，在 COVID 的之前的那时候的人类的世界，几乎是最物质最顶峰的时候，哎，对不对？对，你要吃什么东西没有？
各种食物、各种生活，包括出国。对，台湾人平均收入不一定很高，也许一个月，也许5万、6万、3万、4万，可是1年出国的一次都还做得到。啊，有时候越南什么5日游，台币2万块这样。啊，日本的什么5日游，台币3万块。对，比去一趟垦丁还便宜呀。说实话，在 COVID-19 之前，台湾人的生活也好，这个世界的物质水平其实已经到达一个巅峰了。你要吃什么东西没有？各位，来，可是那个东西，毕竟还是比较从物质层面。所以从 COVID 之后，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就变了？突然就变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察到？来，一个很具体的部分，台湾人心目中的美国变了，从美国大叔变什么？美国强大，发现了没有？几乎瞬间就变了哦。好，从美国大叔变美国强大了。对，这世界开始变了，开始变了，然后开始甚至有一点你争我夺了，哎，是不是？这东西代表什么？来，我从身心灵的角度来讲，代表匮乏，就是当人类在不断的想要以物质的丰盛来取代心灵的丰盛，这件事失败了，失败了。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开始要走向什么？从心灵的角度来，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昨天在嘉义的时候讲到一个概念，我从这个概念再来讲丰盛。有一次赛斯解释，包括这个世界，尤其是美国，有钱人越有钱。来，各位，现在台湾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虽然咱们的总统领导人说，我们又回到4小龙之首，台湾的 GDP 赢过南韩了。各位，话是这样说，可是受益的有钱的是少数的行业，没错吧？是那些所谓的高科技业。那些传统行业的呢？来，你们最近都赚到大钱吗？没有吗？所以都回来上课了。对，来，有钱的人越有钱，穷人什么越穷。来，各位，这个世界正在走向两极化。台湾的社会现在也是哦。不要讲南韩的社会，来，你们如果看很多韩剧。对，南韩好像很有钱，可是如果你们看韩剧，你们会很清楚知道，南韩的财富大部分把持在什么大财团的手上。来，甚至美国80%、90%的财富，这是90%以上的财富掌握在5%的人手上。整个社会90%以上的财富掌握在5%的人手上。甚至不是5是1，明白了吗？台湾社会现在也是看起来好像都很好。来，各位，如果都很好，就不会有光复乡的那个堰塞湖的溃堤。来，台湾东部、西部的贫富差距，是不是？花莲的少数偏乡，老病穷，还有相对上。最近台南的嘉义、台南的天然灾害比较多，台南会比较好，因为台南自古以来就是比较富庶的地方。来，甚至我再跟各位讲一个笑话，你去欧洲看，比较有钱的人通常比较瘦，比较有钱的人通常看起来比较年轻，为什么？不是。因为 I feel good， 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各位，他 I feel good，
来，我现在讲创造，来先鼓掌一下。我先听哈，下午我会再更仔细的讲。有钱人为什么又有钱？因为大家知道，再次新法讲，有 create 有 own reality， 信念创造实相。来，请问有钱的人他是不是外在是丰盛的？来，虽然我们讲物质不代表一切，可是相对上来讲，他会觉得，就像刚燕萍提到，我想买什么，我至少买得起。来，各位，比如说，假设你开一辆 Toyota 好了，那路上有一辆宾士车开过去，你是买得起但不想买，跟你是买不起的心情一不一样？尤其是被他超车的时候，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是买得起的，但是我不想买，但我其实是买不起的，对不对？好，就算你今天是开一辆宾士车，啊，比如说700-200或700-300好了，旁边开一辆过来 G Class，G 知道哈，就是像箱型车的那种宾士车。哎，大家知道吗？开宾士车是不是开宾士车的人看的？开宾士车的 G Class 是给其他开宾士车的人看的。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哈？对。还有，如果你看到长得很像宾士车，好，前面一个 M 的那个叫什么迈巴赫，那是开给开宾士车的人看的，不是开宾士车的人看的。来，有钱的人为什么越来越有钱？因为他内在的信念是丰盛的，我是好的，我是成功的。那他的物质实相有没有反馈回来加强他的信念？来，各位，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朋友，当他某一个科目表现得很好，被老师称赞，他一个好，全部就什么一起好，人家讲的大好大坏。在学习阶段，为什么？因为当我的外在实相回来呼应我的内在实相，啊，所以各位，如果你做一件事会成功，就可以做100件事都成功。为什么？因为你从做一件事成功，建立起了一个什么成功的内在自我形象，你就会觉得你会成功。那么你的外在实相是不是回来confirm是什么？确认跟验证你内在的信念，就是我很棒。那当你的内在信念再次被 confirm 验证了、强化了，那请问信念是不是继续创造实相？对，要求结的，安怎如虎急，因为他掌握到那个创造实相的秘密的。因为 I feel good， 大家听懂了没有 ？I feel good。那有钱的人开始觉得什么？丰盛是自然而然的、啊。来，跟我念一遍。丰盛是自然而然的。对啊。只要我努力，我怎么会赚不到钱？只要我赚到第一桶金，我就有第二桶金啊，对不对？他开始建立一个信念：只要我努力，没有什么不会成功的。他开始建立一个信念。今天这个题目，成功是什么？必然的。丰盛是什么？自然而然的。遇到贵人，那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他有没有强化这个信念？那你们有没有被强化这个信念？没有嘛。各位听懂我的意思？那请问这个信念被传化了，它是不是又创造实相？实相又是强化他的信念，于是他进入了什么正循环？来，各位听懂了没有？来，学师在讲正循环哦。这个正循环包含了健康，包含了经济，包含了爱与被爱的人际关系。你只要让你的东西进入正循环，你就会越来越好。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我就更喜欢你。你喜欢那个我，我就更表现出让你喜欢的那个我。来，很多夫妻是不是这样关系搞砸的？你开始讨厌我，我开始讨厌被你讨厌。你开始找我的缺点，我开始找你麻烦。来，是不是就进入了什么负循环？
所以各位，你们今天一定要认清楚这两个专业名词，正循环跟负循环，包括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来，我们这样讲，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各位，因为急拍坦，假回欧啊，来，对方公司拜急拍坦，假回欧啊，开始愤世嫉俗，开始觉得看谁都不顺眼，开始觉得这世界他妈的不公平，开始觉得万天万地万老杯，万天万地万假杯，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果然辛苦的人都赚不到钱。来建立一个信念，各位，钱不容易赚，我不会那么好运。这个世界就是生存竞争，我也不喜欢我自己，我也不喜欢这个世界。各位，然后开始进入了什么负循环？来，比如说现在的美国，之前的英国，各位。这些英国跟法国爆发大规模示威，尤其是英国，怎么大规模示威？就是一个小学老师，凭他的收入养不起一个家。如果他买的房子，他没有办法付贷款跟养一个家，他要去兼第二份工作。就是你如果一个家只有一个人在赚钱，一份工作是养不起这个家的。一个小学老师可能下了班然后去洗车场洗车。来，各位，之前我们看过一个美剧叫《绝命毒师》，就是这个故事。他是个高中的化学老师，凭他一份薪水，没有办法付贷款又养一个家，最后他只好去做制毒。那不制毒还有一制毒发现自己的天分，天不绝人之路。做出实验室做不出来的优质的毒品。来，各位，好，回到刚刚讲的负循环，你开始觉得赚不到钱。来，像美国也是，美国现在很多，比如说像在洛杉矶或旧金山，你一份工作你是付不起，连房租都付不起。我跟各位讲过嘛，几年前我到旧金山去，坐在同学开的车子里面，我说你们旧金山好浪漫哦，这个马路啦、公园好多五颜六色的帐篷so relax。我不知道台湾的社区公园，我有看到过几个帐篷在那边，有没有？好悠闲哦，好浪漫哦，这个城市充满了度假风，有没有？结果后来那个同学跟我说，其实那全都是流浪汉我说整个公园都是帐篷，那时候 COVID 好像刚结束，街道上都是帐篷。大家到旧金山的马路都是那种20度、30度的整排都是五颜六色的帐篷，全都是流浪汉。后来他就跟我说：“其实你不要以为那些流浪汉没有工作他们有工作他们有正当的工作而只是他的一份工作的收入，他是租不起房子的，就他是早上刷牙洗脸去上班，下完班之后回来他的帐篷里面，他是有正当工作的，他只是租不起房子，不要说买房子。各位。”你们也不要说川普为什么这么可恶。之前许是看到一个数字，美国有4000万人在领食物券，拿那个券去换食物，因为美国的食物现在很贵。一套烧饼油条加一个豆浆，逼近新台币800块到1000块。美国的物价，对啊。然后前天我太太的堂弟才回来，他说纽约香蕉本来是6块8，现在变8块8美金。6块8变8块8美金。对，就大家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来，跟我讲一遍，日子越来越难过。来，再讲一遍。再讲一遍，日子越
跟今天的题目完全是抵触的，对不对？来，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大家相对上越来越匮乏，日子好像越来越难过？来，台湾相对上还好哦，所以我真的跟各位讲，台湾某部分虽然我们觉得物价上升、房价上升，台湾相对于这个世界是物价算还好的哦。虽然我们大家在里面好像已经觉得很不满了，对不对？不是哦。啊，现在很流行这样说，不是哦，不是哦，不是这样哦，不是哦。你们觉得房价很贵，但是我告诉各位，台湾相对上现在在世界各地算是什么？好的。啊，我太太跟他堂弟在讲，他说他们住在纽约以前皇后区嘛，好像房价涨了4倍，一间房子的租金以前是1000块美金，现在变大概3万块，现在租金是5000块美金，房租就是新台币大概15万。租金哦，房租哦，当年我太太在纽约留学的时候，是1000块美金，租金，现在是一个月租金5000块美金。各位，你是要赚多少钱才能付房租？当然，纽约收入也高啦。你是要怎么过日子？日子越来越难过。来讲一遍。日子越来越难过。来，我告诉大家，这件事不是出在物质，这件事是出在心灵。各位仔细听，因为日子越来越难过，它就是在把人类架在火上烤。来，我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就要逼出人类的潜能，开始回到心灵。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这里面是有大事因缘。来，我再跟各位讲，平心而论，我们现在日子越来越难过，真的是物质吗？比如说一个感觉有物质压力的，我常问他一件事：你会不会没地方住、没饭吃？他跟我说不会呀，不会。那你是在匮乏伤小朋友？来，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现在所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不完全是物质。说实话，人吃的不多。好，你们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好，没有那么多身体去穿那么多衣服，不是买不起，哎，对不对？就像徐师这件裤子399，千瓦裤，对吧？想听妈妈请你个单啊，对啊。来，我刚刚讲问题出在心里，那我在讲这个负循环。负循环的意思是说，当你从外在物质实相建立了匮乏的信念，匮乏的信念就创造出什么？匮乏的实相。在匮乏的实相里面，你就越觉得你是匮乏的，于是它陷入了负循环。于是信念创造实相，实相回来肯定你的匮乏的信念，然后两加强，于是你就越来越穷。来，这样听懂了没有？包括生病的人也是一样，常常生病的人常常不信任身体，不信任身体之后，身体更生病。来，所以这个世界某部分非常不公平。老穷的人通常会加上病。来，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哈？然后所有的地震、海啸、灾难都是发生在偏乡穷的地方。为什么？来，所以我告诉这个世界，告诉大家，某部分你会觉得天道不公，因为它倾向于锦上添花，然后倾向于什么？不是雪中送炭，落井下石。为什么？你既然要负面，我就给你更多负面的实相。既然你决定要负面，听懂了没有？这才是宇宙真正的慈悲。先给宇宙鼓掌一下。你看，我要跟各位解释问题。来，我再回到小王子爱米尔那本书，给我一下。好，小王子爱米尔的生命之旅。不是在这里啊。来，里面有一段啊，大家知道那本书有2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它解释了死亡为什么会出现在地球上。为什么集体潜意识我们要发明死亡？来，大家不知道死亡是我们共同发明的吗？
你们还不知道哈？那你们真的是状况外了。死亡是我们其实潜意识共同发明的，满足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它才能完成学习跟成长的多样化。各位，只有一世经验不够，来理解我的意思吗？他要满足学习跟成长的多样化，就像一个伟大的演员不会只拍一部戏，他会拍 N 部戏，对不对？各位，我们来地球轮回一世是满足不了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发明死亡，死掉之后再轮回，培养经验的多样性。第一个，第二个，地球的空间有限，大家轮流使用。来，你小学的教室现在是你在用吗？有没有人在用？有吗？不是你吗？想知道我的意思？培养灵魂经验的多样性，再来就是整个地球的空间，它必须要被重复使用。好，否则在人类的文明开始之前，人已经在地球满出来了。来，第二个概念里面有一段，好，小王子艾米尔划着船在大海上，有一件事不顺利他就生气。好，各位，因为他是小王子嘛。不耐烦生气，结果生气之后，内境及外境，内境及外境，生气之后，开始风浪就越来越大，各位，风浪越来越大，风浪越来越大，就觉得你在整我嘛，越滑越生气，开始暴怒，暴怒之后，外面就是什么？狂风暴雨。原来外在反映出什么？那他就更火大，嚣高龙来啊，风口浪就来了。各位，我现在讲重点，突然然后他就越愤怒，在某一个无力感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突然脑袋里面一个啪，各位，好，就像我们在开罐的时候，嘣，有没有？嘣，原来外面的狂风暴雨是我内心的狂风暴雨。原来外在的匮乏是我内在的匮乏，原来外面的狂风暴雨是我内在的狂风暴雨。于是他开始打破这个什么？他开始收敛他的心，他开始告诉自己：我试着让我的心平静下来会怎么样？对。于是当他开始让自己的心平静，外面的风浪怎么样？渐渐平静。各位，来，你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苦？你为什么这么匮乏？你为什么不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开？连狗都到你身边，以为你的脚是电线杆，在你的脚边小便。你怎么倒霉到这个地步？来，是外境还是心境？这时候，如果以善思心法，你就应该要怎么样？原来始终都是我们心在匮乏。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开始两极化？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日子越来越难过？来，各位发现他在干嘛了没有？他在显化给你看你的心，而且这个显化越来越快。这个显化越来越快，它如果没有显化给你看，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世界倾上于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当然它是对的，是很好的人性。可是以大自然的规律来讲，它倾向于什么？落井下石。为什么要落井下石？因为你掉入了什么？父权。那从来对你落井下石的都不是别人，是谁？自己。他要让你看到心灵的法则。就宇宙想教会各位心灵的法则。当你学会心灵的法则，你要丰盛就丰盛，要匮乏就匮乏。对，丰盛跟匮乏，它就是世间法而已。真正要学会的是什么？心灵的法则，懂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负面的人、不快乐的人，就像那天徐是在，你知道我帮助很多生病的人嘛？对，我就问一个，你说得癌症。我说你得癌症之前2、3年，是不是其实你很不快乐？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开心大笑了？你是不是觉得
人生很辛苦，甚至也许你其实有忧郁，但是你不敢去看医生。他说对，我已经不快乐好多年了。但是我们想过一个不快乐这么多年的人呢？婚姻也许也不幸福，钱赚的也不够多，为什么上帝还给他得癌症？哎，懂了没有？来，为什么点头？上帝在玩什么把戏？上帝在整你呢？你明明已经不快乐了，你明明已经婚姻不幸福了，你明明早上才跟你妈吵架，下午又发生车祸，你还在衰啊？来，为什么？因为宇宙想告诉你什么？宇宙想告诉你什么？万法唯心啊！宇宙想告诉你，万法唯心啊！你越愤世嫉俗，你越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你越觉得大家对不起你，你就越倒霉。直到有一天你怎么样？然后当那个亮一下，你就开始打破什么？懂了没有？就为什么古人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实这背后才是最大的慈悲。就像我跟各位讲，一般而言，不见得是有钱人都吃得比较健康。你看台湾以前农村，穷人都吃那个不加工食物啊，因为不加工食物比较便宜啊，没有防腐剂的啊，没有过度加工的啊。各位，为什么一般而言，有钱人会比较健康？老、病什么穷？就像这次光复乡，我那时候不是讲一个笑话吗？我说今年的台风不是都往台南嘉义来有个个人跟我说，不公平为什么不往台北去？你们台北人比较有钱啊。各位，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台南嘉义那些沿海，尤其是沿海地区，为什么不到你们台南的蛋黄区？各位知道我意思哈？为什么都是到那些偏乡，到那些甚至日子不好过的？这样知道我说什么意思了吗？因为如果你的心是不平衡的，它就会吸引更多的不平衡。所以穷的人会怎么样？如果你不了解心灵的法则，听懂了没有？如果你不了解心灵的法则，那其背后是要干嘛？你们要开始了解心灵的法则，你就可以脱困，你就可以打破负循环。跟我讲一遍，打破负循环。不管这个负循环是你的身体不健康，还是你觉得自己不被爱，还是你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都赚不到钱。来，各位，因为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的意念。你可以选择继续愤世嫉俗，你可以选择继续憎恨有钱人，你可以继续选择不平衡。各位懂我意思哈？那你就会掉入越快的负循环，掉入越快的负循环，像那小王子一样，哇，那风浪越大，那老天整我越生气，然后他越生气，风浪就什么越大。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开悟了，原来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所以匮乏的不是你的物质，是你的什么？是啊，好，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怎么打破负循环？你们今天怎么打破负循环？来，记不记得刚刚学师讲那个树苗长大的画面？还有刚学师提到，你们以前一定不了解，道家的思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而且永远是在最穷、卫生条件最落后的地方爆发传染病，对不对？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吗？永远是在最穷、最绝望的地方。就我再回到刚讲，啊，徐医师的很多癌症个案，各位，他已经日子过得不好，他已经这么不快乐了，他为什么还要得癌症？来，就像昨天在台南啊，在嘉义有一个学员来参加工作坊，他得卵巢癌5年，啊，他先生都是单位里面的这个高阶干部啦，高阶的主管，他就很不平衡，为什么先生永远都要应酬1、2点、2、3点？为什么女儿跟家的责任就要丢给他？很不平衡，很不平衡。那觉得先生都不负责任，他也很不快乐。那这5年得到卵巢癌，不断的花钱，来这5年他花了多少钱？5、600万在，这2年就花了300万。对，钱花下去了。好，他说他最瘦的时候瘦到37公斤，连命都快没了。那昨天来接触赛斯，他终于知道问题不在外面。他这么的不快乐，在婚姻当中这么的痛苦，对，是啊。然后学师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这5年其实也蛮折磨你先生的，他就笑了，然后就辩解说：“哎呦，我都花自己的钱，那你花的钱也是你老公的钱啊。”我根本大家还要我嘛不会老离开的，为什么？他的不平衡，他的愤怒，从来都没有处理。那为什么他要得癌症呢？来，我回到今天的讲题，他掉入了什么？对。来，今天网络同学也好，在座的同学也好，你先下定个决心，要不要打破负循环？比如说我刚讲，越生病越不信任身体，越生病越担心吃的食物不健康，有没有？越生病越花很多钱买健康食品，对不对？对。越生病越恐惧生病，越恐惧生病就什么？越生病。是啊，就像学师在辅导很多生病的病人，我都一天到晚生病了，你还要告诉我身体天生是健康的，很笑。我说我就是要你打破什么负循环，所以这个世界心灵能量越来越启动，好，你要么就是要入负循环，直到进入匮乏、疾病还有毁灭；你要么就是打破负循环，赶快进入正循环。那最重要的是，当你透过这样的过程，你开始了解原来心灵的能量是这么的丰盛。看你要用这个丰盛来创造疾病，或创造匮乏。原来匮乏也是来自丰盛。对，这就是心灵的法则，它没有对跟错。来，各位再讲个笑话哈。来，当学师在讲心灵的法则的时候，我只有在说赛斯。来，如果当有人跟你们说，你们在学什么身心灵？只有赛斯，只是这辈子只推广赛斯，其他所有的不是赛斯的，我尊敬且尊重，但是都不是我要推广的，明白吗？你说学师是精神科医师，我也在培训很多的心理师，我也只培训以赛斯心法为基础的心理师，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去做心理治疗，我祝福你，我肯定你，但是那不是我推崇的，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因为这个世界，也越来越多人想利用心灵赚钱、控制，追求名跟利。来，其实跟我们基金会绝对不会控制各位，绝对不会控制各位，因为我没有神经病，我没有神经病，我没有匮乏，所以我不想掌控。我没有匮乏，我不想掌控。
对，你们学习、你们成长是你们的事。我很丰盛，我本身就是一个医生啊，我本身就有很丰盛的收入啊，我不缺这个收入啊，会知道我的意思。好，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们在学习心灵，你们自己要慎选团体，慎选老师。那我只会推荐赛斯心法的概念，其他的我通通不推荐。好，包括讲催眠也好，好，我也只推荐有学习赛斯的催眠师，其他我通通不推荐。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扭曲，它会变成业障，它开始误导你，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来跟我念一遍：丰盛是自然而然的。丰盛是自然而然的。来，我也要说，匮乏也是自然而然的。各位，当然匮乏不是宇宙的本质，但是你不要忘记，人在学习。人在学习，人在创造，所以人是可以创造匮乏的。尤其是当你陷入了什么负循环的时候，你就要把自己的意念从负循环里面，会不会不是来自外界，是我的心？那我刚刚讲，像这个世界，好，在能量上越来越极端，来，包含了我们讲的气候极端，都记得吗？在3天内下完1年的雨。这个世界越来越奇怪了，好，包括昨天还前天，好像大陆有一个东北的城市叫漠河，是吧？好，下了第一场雪，大雪，满天的大雪。对，台湾还在这边热得要死，因为气候也在极端。所以各位，爵士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整个世界的能量进入大好或大坏。那不论大好跟大坏，它都是要教各位什么？心灵的法则。如果你现在是在正循环的人，那你赶快加强自己的正循环。我觉得我很棒，宇宙是爱我的，宇宙我也觉得宇宙爱我，我越创造贵人，我越创造幸运。或是你也可以进入负循环。我是倒霉的，大家都跟我作对，这世界真烂，这社会好糟糕。当你进入这个负循环，各位，啊，我说你是个老师，你就觉得啊很痛苦，那你就会越来越什么？越痛苦。啊，接下来你就准备做家务秘法，啊，就会觉得这世界真不公平。我都这么辛苦了，为什么我还要生病？我都这么恐惧了，然后我就会说，那不是你是谁？来，这样明白了吗？来，各位，这东西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要不要脱离负循环？要不要决定离苦得乐的？要不要决定创造健康的人是谁？自己。来，我们发现以前我们都是靠外在，靠权威，现在要回到什么？心理。所以丰盛还是内心，打破负循环，进入正循环，也是你决定的。来，各位要不要决定？所以刚刚讲的其实我不一定会给各位方法，但是我一定会指出方向。指出方向，你就不会迷失，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讲座就到这里哈。我们下午4点到4点我们工作坊参加的同学，谢谢。